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介绍的是心脏专家别府浩义医生所撰写的《健康长寿的人每天都在做的对心脏有益的事情》这本书。心脏病并非突如其来的疾病，几乎都是由生活习惯病引起的。因此，心脏病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它是一种任何人都可能患上的疾病。让我们尽早了解心脏病的正确知识，以及日常生活中可以轻松进行的预防方法，并立即付诸行动。书中建议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习惯，特别是饮食、运动、呼吸和睡眠，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对心脏有益的生活其实就是健康生活的基本要素。今天我们将介绍以下内容：第一，最好的心脏保养方法就是让它休息；第二，对心脏有益的饮水习惯；第三，对心脏有益的呼吸习惯；第四，对心脏有益的睡眠习惯。这些内容都非常重要，请务必看到最后。首先讲解第一部分，我想让大家了解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让心脏休息是最好的。这并不是说要让心脏停止跳动，而是要以对心脏负担较小的缓慢的节奏继续跳动。心脏会根据人的身体状态和环境调节跳动的速度。通常来说，人的心脏每分钟跳动60到100次左右，但这因人而异。例如，一些心脏经过锻炼的马拉松选手，每分钟的心跳次数仅有20到30次，而那些缺乏运动习惯、肥胖的人，即使只是坐着，心跳次数也可能超过100次。心跳的节奏被称为心率，心率越高，心脏的负担越重，寿命往往越短。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心率与寿命有着密切关系是毋庸置疑的。无论如何，心率过高会增加心脏的负担，控制这个负担的是大家熟知的由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组成的自主神经系统。交感神经让身体进入活动模式，相当于加速器，而副交感神经让身体进入休息模式，相当于刹车。这两者在保持平衡的同时，根据身体的状况和环境共同作用。身体活动变得活跃时，或者兴奋、紧张、心跳加速时，交感神经占主导地位，心率会升高。相反，当您在家中放松休息时，副交感神经占主导地位，心率会降低。自主神经系统影响整个身体的功能，但就心脏而言，心脏处于优良状态是指交感神经的活动受到抑制，而副交感神经占主导地位。通常心率在每分钟80次左右的人，当交感神经占主导地位时，心率会迅速上升到每分钟100次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平时过着健康的生活，心脏也会承受很大的负担。不要以为自己健康就掉以轻心，应该经常注意测量心率，尤其是那些有心脏病的人，更需要特别注意。通过习惯化运动可以有效地调节自主神经系统，降低心率。书中详细介绍了一些对心脏有益的运动方法，如体操、力量训练和散步。当然，你也可以自己上网查找这些方法。请务必关注。稍后的视频中，我们还会介绍通过呼吸调节心率的方法。此外，还可以通过药物治疗，如用于治疗心肌梗塞的药物，来抑制交感神经的活动，降低心率。但除非你有不能进行运动的理由，否则基本上还是建议以运动疗法为主。前面提到，当兴奋或紧张时，交感神经变得活跃，心率会升高，心跳加速有时是好事，有时是坏事。那么，当我们感到高兴或愉快时的心跳加速，对心脏是否也不好呢？答案是肯定的。无论是因观看体育比赛而兴奋，或者因惊喜而激动，还是与朋友热闹欢聚，这些积极情绪导致的心跳加速都会对心脏造成负担。在交感神经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会释放一种叫做儿茶酚胺的激素，这种激素会引起心跳加速和出汗。儿茶酚胺包括3种常见的激素：肾上腺素、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
肾上腺素在感到危机或刺激，比如坐过山车时会释放；多巴胺在感到快乐、舒适和有动力时释放；去甲肾上腺素被称为压力激素，在情绪剧烈波动或高强度体力劳动时释放。虽然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常被认为是正面的激素，但它们也有负面影响。去甲肾上腺素更不用说，它是典型的压力激素。我们追求让自己感觉良好的刺激时，实际上是在释放对心脏有负担的激素。我们的身体，包括所有器官，都不喜欢大变化，因为在适应这些变化的过程中，需要承受各种压力。这对心脏也是一样的。急剧的变化会对心脏造成巨大负担，因此对心脏有益的生活是平稳、没有大变化的生活。例如，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或大地震之后，由于创伤或非日常生活持续带来的压力，因心悸、气短和胸痛就诊的患者增加，心脏病也随之增加。此外，由于精神上的打击，血压升高导致心力衰竭恶化，需要住院治疗的情况目前也存在。受疫情影响而普及的在宅办公，也可以算作是生活中一个重大的变化。在宅办公看似有益，因为可以避免拥挤的人群和通勤的压力，但实际上，总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工作会给人带来更大的压力。这样的人也许会有这样的情况。对这些人来说，这显然对心脏并不好。据说，因心悸和胸痛就诊的患者中，有60%的人并没有心脏问题，其原因不是疾病，而是压力。对于这些患者来说，通过改善家庭、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压力源，情况会有很大改善。那么，剩下的40%确实有心脏异常的患者情况如何呢？大多数心脏病的原因都是生活习惯，如前所述，尤其是在饮食、运动、呼吸和睡眠方面。如果不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寿命也会相应缩短。从第二部分开始，我们将讨论调整饮食、呼吸和睡眠这3个方面的方法。接下来第二部分，对心脏有益的饮水习惯，我们将解释每天补充水分的方法。为了排毒，多喝水是有益的。您可能也听说过通过大量饮水来减肥的方法，这些说法可能大家都有听过。然而，过量饮水可能会导致健康问题。每天饮用过多的水会增加心力衰竭的风险，就像我们不能含着满口的水顺利吞咽一样。心脏在反复收缩过程中，如果扩张过度，就无法有效地将血液泵出体外。这种状态就是心力衰竭。导致这种状态的原因是水分摄入过多，过多的水分在体内积聚，对心脏有害。心力衰竭多发生在冬季，其原因是冬季水分排出不像夏季那样顺畅。夏季大量出汗，身体的大部分水分通过汗液排出体外，而在寒冷的冬季，不易出汗，水分排出主要依靠尿液，因此夏季对心脏更友好。心脏的负担不仅受到季节的影响，还随着年龄变化。即使摄入大量水分，心脏和肾脏健康的年轻人可以通过汗液和尿液较容易的排出，而随着年龄增长，出汗功能、心脏和肾脏的功能都不如年轻时有效，导致水分更难排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年轻人可以大量饮水。过量饮水，无论年龄多大，身体都无法一次性处理，未能及时排出的水分会在重力的作用下从脚开始逐渐积聚。许多人长期困扰的腿部水肿就是由此引起的。当水肿加剧时，水分会从腿部蔓延到大腿、腹部，最终积聚在肺部周围，影响呼吸。严重时需要住院治疗。即使饮用再好的水，内脏一次能处理的量也是有限的。为了健康或排毒而过量饮水都是不正确的，所以要补充适合内脏功能的水分量。此外，导致水肿的原因，除了水分过多，还可能是心脏或其他内脏器官的问题，或者贫血。然而，经过检查发现，这些问题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水肿的原因是盐分和水分摄入过多。
通过减少它们就能解决问题。如果确实难以调节盐分和水分，可以开利尿剂，但长期使用利尿剂会损害肾脏，使排尿困难，因此最好避免使用利尿剂。肾脏长期负担过重的结果是需要进行透析，因此不要因为方便就随意使用利尿剂。您可能经常听到每天要喝几升水的说法，但不要盲目相信，因为每个人适合的水分量是不同的，年龄、体格不同，即使是同一个人，2到3年后适量也会改变，季节也会影响适量。那么如何知道现在适合自己的水分量呢？方法是每天在同一时间穿着相同的衣服称体重。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检查摄入和排出的水分平衡，从而确定适合自己的水分量。接下来解释第3部分，我们将了解呼吸对心脏的影响。事实上，心脏和肺是互相帮助的关系。例如，氧气通过血液循环传送到全身的细胞，但当心脏衰竭时，心脏无法充分供应氧气，此时肺会增加呼吸次数，以吸入更多的氧气来平衡氧气供应。因此，心脏衰竭的人容易气喘吁吁，但很多人误以为这是由于衰老所致。实际上，这种情况是由于心脏功能下降导致的氧气不足引起的。反之，当肺的功能下降时，会出现呼吸衰竭，无法有效地吸入所需的氧气，导致体内出现氧气不足的情况。此时，心脏会通过增加心跳次数和血液流量来弥补缺氧状态。因此，呼吸衰竭的人即使稍微运动一下，心跳也会加快，因为心脏在努力补充不足的氧气。综上所述，当肺或心脏其中之一的功能下降时，另一方会加倍努力来补偿。例如，生活在低氧环境中的人，心脏会增加血液流量来平衡氧气的供应。同样，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人，在睡眠时反复发生呼吸暂停，导致心脏增加心跳次数和血液流量来应对缺氧现象。这种现象称为代偿，与贫血相反，增加心跳次数可能会缩短寿命，因此需要十分注意。另外，肺和心脏是联动的，当深吸气时，血压会升高；当缓慢呼气时，血压会降低。吸气时，血液回流到心脏，增加心脏输出的血液量，心跳和血压都会升高；而呼气时，血液不回流到心脏，心跳和血压都会降低。这种缓慢的呼吸方式类似于在进行力量训练或伸展运动时深呼气，可以刺激副交感神经，从而帮助放松心情。如果我们平时能进行缓慢的呼吸，副交感神经就会被刺激，从而降低心率和血压，减轻心脏的负担，抑制由于紧张和压力导致活跃的交感神经，调节自主神经系统，有助于减轻心脏负担。实际上，自主神经系统并不容易仅凭自己的意志来调节，需要通过泡澡、享受自然环境等外部因素。但是，即使没有这些环境条件，唯一可以通过自身来控制自主神经系统的方法就是呼吸，特别是深呼吸的效果尤为显著。在商务谈判、演讲、体育比赛、才艺表演等需要决胜负的时候，很多人都有通过深呼吸来平静心情的经历。这样做可以平息活跃的交感神经，刺激副交感神经，降低心率，使身体进入放松状态。我们的身体真的很神奇，无论是在紧张或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还是在其他时候，每天有意识地进行几次深呼吸是很有益的。我建议大家把深呼吸纳入日常作息中，以调节自主神经系统。现在我们来确认一下正确的呼吸方式。基本要领是缓慢地通过鼻子吸气，然后通过鼻子呼气。鼻呼吸非常重要，大家都能做到吗？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过度深呼吸，以免排出过多的二氧化碳。体内的二氧化碳减少过多会引发过度换气综合征，出现突然呼吸急促或呼吸变快等症状。深呼吸每天进行3到5次就足够了，每次持续约30秒。
不需要超过1分钟。在这30秒内，缓慢地吸气和呼气。比如在训练中感到呼吸困难时，可能是由于频繁的吸气和呼气排出了过多的二氧化碳，导致过度换气综合征。进行腹肌训练等运动时，容易出现这种呼吸，因此要有意识地进行缓慢的呼吸和训练。一般认为，对身体有益的腹式呼吸也不宜过度，设定时间适度进行即可。为了吸入足够的氧气并调节自主神经系统，好的呼吸习惯需要注意姿势的重要性。平时要确保气道畅通，保持良好的姿势，让肺部充分扩展。这里要避免的是驼背。如果站立或坐着时驼背，肺部不能充分扩展，空气无法充分进出。特别是对心脏有问题的人来说，坐着时建议选择椅子而不是坐在地上，尽量保持良好的坐姿。椅子不要坐太深，而是坐在前端，稍微前倾，这样自然就不容易驼背了。至于睡觉的姿势，无论是仰卧还是侧卧，只要气道畅通就没有问题。但是仰卧时，舌头可能会向后掉，堵塞气道，形成舌根后坠的状态。尤其是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人，建议侧卧睡会更好。接下来第4部分，我们来谈谈对心脏有益的睡眠。实际上，有些人在睡觉的时间里，心脏依然承受着负担。如果睡眠不足、失眠或睡眠质量低，本应在睡眠中休息的交感神经会被激活，使心脏继续负荷工作。这与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状态类似，会提高血压和心率，导致心脏病的发生，需要加以改善。如果有人难以入睡，睡眠前且经常醒来，就说明睡眠质量差，这需要特别注意。原因可能包括过多的压力、睡前吃得过饱、饮酒等。尽管有人认为喝酒有助于入睡，但实际上饮酒并不好。适量饮酒尚可接受，但如果喝得过多，会在入睡后半夜醒来，之后难以再次入睡，这会导致中途觉醒。此外，酒精在体内分解时产生的汗液和排尿会影响深度睡眠，使人难以进入深度睡眠，从而降低睡眠质量。另外，饮酒后仰卧睡觉容易打鼾，也更容易导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饮酒还会促进利尿、出汗增多，导致血液浓缩和血管堵塞等问题。饮酒对睡眠的负面影响不仅仅是这1-2个方面，饮酒者在睡眠中更容易发生脑梗塞和心肌梗塞。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那么反过来，能够提高睡眠质量的行为有哪些呢？答案是泡澡。睡前泡在不过热的温水中，能够刺激副交感神经，使血管扩张，带来放松效果。如果水温超过42度的高温，会刺激交感神经，适得其反。因此，水温应保持在40度以下，稍微温热即可。桑拿对心脏健康没有好处，尤其是高温桑拿后立即进入冷水，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是极其危险的行为。对于喜欢桑拿的人，建议选择能扩张血管并让人放松的低温桑拿。那么大家觉得如何呢？我们发现，过去那些理所当然的生活习惯，可能在无意中给心脏带来了负担。压力等因素导致的自主神经紊乱会提高心率，而这种自主神经可以通过呼吸自行调节。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呼吸自行减轻心脏的负荷。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养成对心脏有益的生活习惯。最后，作为补充内容，解释一下多次提到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指睡眠中呼吸停止10秒以上的状态，大多数情况下伴有打鼾。如果缺氧状态持续超过1分钟，体内氧浓度会显著下降，身体感到生命危险而紧急进行呼吸，从而导致打鼾。这样一来，就无法进入深度睡眠，白天会出现嗜睡症状。当睡眠中发生呼吸暂停，体内氧浓度下降，会引起低氧血症，这通常需要吸氧治疗。在这种紧急状态下，心脏会提高心率，
努力向全身供氧，这类似于白天运动时的状态。而且这种情况每晚持续6到7个小时，想想都觉得可怕。更糟糕的是，即使发生了这么多情况，患者本人几乎没有自觉。这种疾病的实际症状与自觉症状之间的差距很大，患者可能仅仅感到有些困倦，而没有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这类疾病的严重程度是根据每小时打鼾的次数来决定的。如果每小时打鼾次数在4次以内，属于正常；达到20次则为中度，超过40次则为重度。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引起的交感神经刺激，会成为心脏等循环系统疾病的基础，所以必须进行治疗。这种疾病不能被忽视。日常生活中，白天容易犯困的人中，有一半可能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其主要原因是肥胖。因此，通过减肥可以改善这种状况。治疗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时，首先要进行减肥等生活习惯的改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一种可怕的疾病，它可能导致心脏病发作或心律失常，甚至致命。即使保证了充足的睡眠时间，但白天仍然嗜睡的人，或者被人告知自己在睡觉时打鼾，都应该检查一下自己是否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最近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序也可以了解自己的打鼾情况。建议大家尝试使用这些工具来监测自己的睡眠状态。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的新频道学识 Plus 已经上线了。新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